人生就像一条长长的坡道，你手里握着一颗雪球，坡道的长度决定了你能滚多久，雪的湿度决定了它能不能粘住新雪，越滚越大。这是雪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比喻。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怎么投资，买什么股票。为什么有人能靠这套逻辑累积巨大财富？但如果只把它当成一套投资技巧，就可惜了。因为雪球真正想说服我们的，不只是怎么赚钱，而是一个人的人生，如何透过时间、专注、耐心与原则，一点一点滚出巨大的差距。一，说服你放下聪明，拥抱时间。我们活在一个崇拜天才的时代，媒体喜欢报道谁在25岁创办独角兽，谁靠一档股票翻身致富。这些故事让人误以为成功的关键是比别人更聪明，但雪球从头到尾都在瓦解这个迷思。故事里的主角年化报酬率约 20%， 这个数字在华尔街并不算顶尖，许多对冲基金经理某几年的绩效都超过他。他真正特殊的地方是把 20% 维持了超过60年。差距不在于你比别人多聪明多少，而在于你比别人多坚持了多久。他 99% 以上的财富是在50岁之后才获得的。如果他50岁就退休，今天不会有人记得他，只会有一个还算有钱的普通老人。那个以24美元卖掉曼哈顿的故事也是同一个道理。如果这笔钱投入年报酬率 6.5% 的投资，到20世纪中叶会变成420亿美元。任何一笔看似微不足道的本金，只要给足够的时间，都能长成巨大的财富。但为什么多数人做不到？因为复利曲线在前半段几乎看不出增长，要到20年、30年后才会开始接近垂直上升。你必须熬过一段漫长的看不到成果的时期。大多数人不是不懂复利，而是等不及。二，复利不只在钱里，在每一件你正在累积的事情上。复利最容易被误会成金融概念，但雪球真正让我们看到的是，复利不只存在于金钱。知识可以复利，能力可以复利，信用可以复利，人际关系可以复利，健康也可以复利。一个人每天读30分钟的书，第一天看不出变化，1年后也只是懂得多一点。但10年后呢？他读过大量书籍，知识之间开始互相连接，产生复合增长。一个人每天运动30分钟，不会立刻变瘦变强，但10年后，他会比同龄人拥有更好的体能，更低的疾病风险。信用也是一样，答应的事情做到一次，别人未必记得，但持续10年做到，别人会开始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。这种信任不是靠一次表现换来的，是靠无数次说到做到累积出来的。人际关系也是如此，真正深厚的情谊不是靠一次热情建立的，而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陪伴与互惠慢慢滚出来的。我们每天都在累积，问题只是你到底在累积什么？每天看一点有价值的内容，你在累积知识；每天把事情做好，你在累积信用；每天拖延，你也在累积拖延。即使什么都不做，你也正在形成某种结果。这正是复利真正可怕的地方。3，说服你把布输看得比赢更重要。雪球归纳出的第一条原则是，永远不要亏钱。第二条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。听起来像废话，但背后是一道残酷的数学题。假设你有100万，第一年赚 50%， 变成150万，第二年亏 50%， 变成75万。你不是打平，你倒赔了25万。
要从75万回到100万，你需要赚 33.3%， 而不是 50%。 亏损越深，回本所需的报酬率呈指数上升。亏 30% 要赚 42.9%， 亏 50% 要赚 100%， 亏 70% 要赚 233%。 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安全边际，不是为了买在最低点，而是为了让你判断错误时也不至于重伤。2008年金融海啸，市场崩盘，多数人恐慌抛售，他却手握443亿美元现金，大举进场买入高盛、奇异等公司。当时股价持续下跌，市场甚至嘲笑他失灵了。但他不恐慌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买入的价格远低于这些公司的内在价值。保护本金比追求高报酬更重要。4. 避免把雪球踢散，健康、信任、时间都不能一次透支。雪球滚得再大，也可能因为一次重大失误而摔碎。这也是雪球哲学反复提醒的，避免永久性损失。健康不能一次透支，熬夜、暴饮暴食短期看不出代价，等身体真的垮了，修复远比破坏花的时间长。信任不能一次挥霍，一而再，再而三食言，信任就碎了，而重建的速度永远比摧毁慢。时间不能一直浪费，今天没读的书明天可以补，但今天过去了就永远回不来。雪球最重要的不是今天滚多快，而是能不能一直滚下去。5. 找到你的湿雪，滚你自己的坡。雪球要滚得起来，需要长坡，也需要湿的雪。湿的雪指的是你做的事情能不能留下来。今天工作8小时，如果做完明天归零，累积性就很低。但如果你顺便建立了一套流程，下次可以直接使用，努力就留下来了。故事里的主角一生没换过城市，没换过投资哲学，没被任何热潮诱惑过，网络泡沫、加密货币潮，他都置身事外。这种单一专注的纪律，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产生叠加效应，而不是分散、无法累积的碎片。我们却常常在换雪球，这个月想学投资，下个月想做副业。看到别人靠自媒体赚钱，又想拍影片；看到 AI 热门，又想转去学 AI。每一件事都浅尝即止，3分钟热度一过，又换下一个目标。每件事都做一点，最后没有任何一件事形成真正的优势。雪球永远长不大。有时候，一个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资讯，而是少做一些事情，选一个方向，然后持续。6. 真正的成功往往很无聊。雪球哲学最值得理解的一点是，真正的复利通常很无聊。每天存钱，每天阅读，每天运动，固定投资，不追热门，不因为别人赚钱而焦虑，不因为短期下跌就放弃。一年又一年，看起来非常普通，但普通的事情持续20年，就会变得非常不普通。复利最大的特点就是前期无聊，后期惊人。最后，让时间成为你人生最大的合作伙伴。如果把雪球哲学浓缩成一句话，不要急着成为一个厉害的人，先成为一个可以长期累积的人。你不需要每天都赢，也不需要每一次判断都正确。你只需要少犯致命错误，保持学习，保留本金，保护健康，建立信用，持续做有累积性的事情。然后让时间工作。问自己5个问题：我现在正在累积什么？这件事情10年后会变得更有价值吗？我今天的努力能不能帮助明天的自己？我有没有一直把自己的雪球踢散？如果让时间替我放大现在的选择，我愿意接受20年后的结果吗？真正的复利不只是钱生钱，真正的复利是
今天的你帮助明天的你，明天的你再帮助后天的你。投资需要耐心，人生也是。真正巨大的差距，往往不是来自某一次惊人的选择，而是来自每天一点点正确的选择，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产生的巨大复利。这就是雪球。